虚空法界隔音之谜第5期。大家好，书接第4期。在灵魂离开肉体的弥留幻境中，你会跟随你真实的本心而行，而引导灵会依据你的表现在幻境结束后开启不同的牵引通道，放你进入符合你的当下真实认知与智慧状态的维度频率中。这就是为什么修行中知行合一很重要。嘴里说的仁义道德一定要习惯成自然地成为下意识生活理念，同时道理要真切地领悟之其髓，让它成为你的认知信念，而不是相互攀谈的话资。你一生的功德不在于你帮助搭救了多少人，而是你是否真谛达成了自己的功课。你去法布施、回向布施、财物布施等，都是在练自己的修为，实与旁人无关。地狱中没有所谓受苦的众生，只有在不同面相中卡顿住的你自己。很多人念了经咒数十万遍，但压根儿不知道那梵文的意思是在说：礼赞智慧，放下执着，我愿跟随。这是座右铭般的警语，这是自我提醒之语，但不是解脱之咒。当你不念了的时候，就是从法执中解脱出来了。智慧不能靠口头的万千里赞得来，若放不下渴望福德而厌弃辛苦的2分心，每日虔诚里带着自己期许享福的欲望，那灵魂压根儿就获得不了滋养。背经文能让我开悟吗？让你开悟的是其间的道理，而非文字。很多修行者说，我愿臣服，我愿跟随，请引领我，帮助我达成最高的成就吧，我的高我，我的神，我的某某某。其实高龄只能给你准备好习题、教材、随堂考的试卷，安排主教、小条、话外音提示，而这些是否被你留意到、采纳并跟进，都需要你自己的行动力。高龄只能给你准备好课业，但选择权始终在你手里，一念佛一念魔。求得多了，可未必日子更好过了，课业重了别哭鼻子才好。灵魂来此吃苦历练，经受风雨，渴望成长。小我却看处处是苦，题题都难，一心想逃。何为解脱之法？硬杠或逃避吗？视而不见或绕道而行吗？来历经这些精心安排的一幕幕，这么多灵魂帮助你搭戏，演绎恶人、贵人，只为了你能更好地认识自己，为了你能品悟出至善共赢的爱，为了了却你心中萦绕不去的不平、不甘与如果。一个人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是需要大智慧的。你真的曾经静安下来，认真地品味过那些令自己感到不平的功课吗？是不是回想中都是这个不是，那个不好，谁对不起我，欺骗了我，辜负了我。人生中的成就与欢乐都是我的付出应得的，坎坷失败都是别人太过分了。要是思想中都是这样的逻辑与思路，那只能说你压根儿就没有看清题，就在写答卷。并不是要你从对外攻击与对外审判中转化成自我攻击与自我评判，那样只会带来别样的伤害，搞得自己遍体鳞伤，爬不起来，还一事无成地萎缩于角落里委屈。遇到事情题目时，攻击、逃避、原地发呆都不是智慧的应用。感受是自我观察与信息诠释后的意识活动，你感受到的只是自己从众多信息点上摘取的一小部分。如何摘取信息，如何诠释信息，如何构建自我认知实相，都是自己的功课，与别人其实是毫无关系的。所以逃避、躲藏、攻击都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只是把问题扩大或压抑入了内心，进而形成委屈的不平。接纳是第一步，因为逃避、无视和顽抗都会适得其反。但接纳不是最后一步。接纳问题的存在是认可自己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是我的，不是别人的。当认可问题是出在自己这一边，就获得了解决问题的主导权，也就获取了摆脱问题的可能性。
推卸问题、指责与攻击他人，甚至强制他人做出适合自己的改变，这些都会阻碍自我灵魂意识的成长。接纳问题后，不是要和问题和平共处，而是去慢慢地解析它，一层层地去除它的各种伪装，直到遭遇最核心的自我短板所在，那一直躲闪着不肯或不能直面的内在缺失短板。当真实地触碰到、感受到那内在缺失时，其中包裹着的感受、委屈、愤怒、内疚，必然会被翻涌释放出来。释放过程犹如揭开流脓的斑痕，脆弱、疼痛、哭泣都是释放的过程。释放后可以坦然、平淡地去直面它时，就可对这一经历进行深入的解析与再经历。在经历的过程中，使用自己当下的智慧去再演绎、再构建、再审视，直到那一历史时刻中的各方都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平衡，并让这完美的记忆稳固存留下来。这就是当下改变过去，过去改变未来的运作机理。若问题是当下此刻要面对的，那你需要去观察自己在岔路口上的选择，哪些动机是基于小我得失心的，哪些是有助于灵魂达成与其他自我共赢的，然后做出自己的抉择。在死亡发生后，灵魂脱离出肉体，亡灵旁观着那个多年来被意识认为是我的躯体，好奇又迷茫。那些在生前接纳了扭曲的信念与地域性人文迷信的人，会依据自身认知成见，幻化出各种介于阳间与中阴界间的属于自己的过渡性的亚空间景物，被统称为阴间。这里的递进关系是阳界、阴间、中阴界、灵界。阴间是阳中之阴，中阴界是灵界的阴中之阳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阴是实体，阳为功用，阳是虚的、表面的、活动的，阴是实在的、内核的、沉稳的。阳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多么充满活力，而是说我们的世界只是显化出来的虚化表面舞台。如果觉得有道理，希望你能够点赞、评论、转发一下，帮助到更多有缘人。第5期结束，谢谢观看。